年英才龙浩辰圣殿大比夺得头筹。史上最年轻的盟主就要诞生了！来吧！再给我一份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新联盟盟主才20多岁，这么年轻就能带领自己的联盟团在圣殿大比上夺得头筹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仙儿，快过来！接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历时多天的圣殿大比，在昨日终于落下帷幕。让人惊喜的是，我们见证了许多后起之秀的精彩亮相，也迎来了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盟主的诞生。我宣布，继任仪式现在开始。新联盟新一届盟主龙浩辰登场。恭喜你，孩子，你走到了这一步，这是联盟的最高荣誉。接下盟主令牌，你就是新一任联盟盟主了。我一定会坚守我的责任。去接受属于你的欢呼吧，浩辰。当选盟主，真是众望所归啊！就是。浩辰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同胞们，我很荣幸，今天能站在这里接受这份特殊的荣誉。团长万岁！我在小镇出生，童年时光在母亲的陪伴中度过。她的身体不好，但是对我的关爱无微不至。那时的我尚且年幼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成为一名骑士，守护我的家人。但是有一天，魔族入侵了小镇，美好的家园化作焦土。那时我握着手里的剑，想要再快一点成长起来，去守护我的家乡。团长，加入猎魔团后，我第一次亲历前线的残酷。边关将士以血肉之躯筑墙，抵挡魔族攻击，只为守护身后的百姓。那时的我作为前线的一员，和众将士的心愿一样，是守住这座关隘。当我走过6大关隘，与伙伴们几次进出魔族境地，便利圣魔大陆，经历无数艰险的战斗，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我的信念越发坚定。没想到他们团队虽然年轻，却经历了这么多。我龙浩辰，作为一名骑士，作为联盟的新任盟主，我会守护我们的大陆，会守护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人。6000年来，我们一直被魔族的阴影笼罩，饱受战争磨难。圣战停战的4年，没事，我们难得迎来安宁时光。但是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只要魔族一日存在，这短暂的安宁随时可能会被推翻。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们要一直被魔族欺负吗？
如果想长久拥抱和平与希望，不再陷入魔族侵略的苦难，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一个猎魔团的力量不够，一个殿的力量不够，我们必须集结全人类的力量。所以，今天这场继任仪式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经过6大殿这段时间的讨论，我们决定废除旧联盟，成立新联盟。新联盟？那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从今以后，6大殿所有人力资源全部集结起来，由联盟统一调动。而我们下一个目标，则是向魔族开启全面反攻。全面反攻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是，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，赶跑魔族，赶跑魔族！我相信，只要6大殿团结起来，不分你我，就可以跨越困难，迎来期待已久的曙光。我们团结一心，立下誓言，为了联盟的未来，为了全人类的希望，一无之血，一无之骨，一无之躯，一无之魄。我宣布，新联盟正式成立。这就是盟主的光元素之力吗？好温暖，好纯粹。你们真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，但我希望你们能通过努力，成为最让我骄傲的一届学生。巴尔扎教官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有一定要成为骑士的理由。那你去和测试第一的人比一场，赢了的话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听着，在猎魔团选拔赛考核中，你们是一个团队，要时刻为团队着想，不能为了出一时风头而连累了整个团队。龙兄弟都这么强了，作为兄弟，我也不能松懈，我也要努力修炼，追赶上他。将来再次和他站上同一片战场。张营长，你知道吗？当年来我们一营的那个猎魔团团长龙浩辰已经成为盟主了。我们这些一营的战士们都会在他的带领下一起上战场，赶跑所有魔族。浩辰，相信在你的照耀下，人类能找到那条光明的前路。既然决定掀起反攻，我们第一步做什么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调整6大关隘的军事制度。联盟将在6大殿抽调人才，在圣城集合，训练后重新编排。建立适应6大关不同情况的6大联盟军团后，前往各个关隘，由6大殿的原班高层进行统一指挥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平衡各个殿之间的人才。对于一些防御较弱的关隘来说，确实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只是重新编排联盟军团，可能还不足以对魔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。是的，只是这样确实还不够。
所以下一阶段，我和我的同伴将要前往玉龙关，开启剩余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。同时开启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，那不就是要6大王座同时现世？但如果未来6大王座真的能同时现世，那将会凝结成人类史上最强战力，也就是人类反攻的关键。是的，虽然圣战停战4年，但魔族企图消灭人类的计划从未停止。反攻是人类想要生存的必然选择，任何能增加成功几率的方案，都有必要去尝试。好，你们去吧。你们参加考核的时间里，我们也会思考出尽可能多的利于反攻的方案，同时推进并完善今天确定下来的这些联盟新制度。今后我们将设立议会，对联盟的各项提案进行决策。议会成员分为盟主、副盟主、议员团，6大殿各出10人，成立联盟常驻议员团。原先的6大殿殿主为现在的联盟副盟主。关于议会成员，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正如先前所说，人类的历史翻开到了新的篇章，后起之秀们也逐渐崭露头角。未来终究还是得看年轻人的，所以，我放弃副盟主一职，由我殿陈婴儿担此重任。经过前2天的圣殿大比，婴儿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他能同时召唤12扇生灵之力，实力已经远超于我。更何况，他还是我们灵魂殿1000年一遇的灵魂圣灵，灵魂殿理应交给他来领导。陈婴儿，正如陈殿主所说，你愿意成为灵魂殿殿主吗？我愿意。既然陈殿主先开了这个头，那么我也卸任刺客殿殿主一职，让我殿圣采儿担此重任。我们刺客殿早就有这打算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宣布这事。既然已经有2位殿主开了这个头了，那我也宣布退位吧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今天怎么这么多殿主退位？为什么？事关新联盟的未来，殿主职位的更替，还请三思。哎，这个事情我已经思考很久了。自圣战之后，战士殿人才早已青黄不接，但幸好我们战士殿年轻一代中，有一位佼佼者，能肩负起战士殿的未来。他的努力以及为战士殿的付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。圆圆，上来吧。我定不会让战士殿失望的。那么，议会成员就按此安排确定下来。感谢各位前辈的付出，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负众望。现在是人类历史新的开始，联盟将会面临许多困难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联盟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。段兄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了吗？自从4年前睿智魔神宫一战后，文昭兄的猎魔团因黄奕丧失战斗能力而被迫解散，我的猎魔团也因为我的失踪而停止任务，但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。我是他们的团长，也该带着他们重返战场了。不久后的大战，我们也要继续为联盟尽一份力。不管在哪里，你始终是我们中的一员。兄弟，一辈子！往后再率队深入魔族作战，一定要小心。你也是，不要过于自责。他们也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。再见！走吧，我们去玉龙关，完成我们的目标。
近段时间身体很好，他一直在等你回家。妈妈。 这边来，你看，那是谁？爸爸！请联盟新一届盟主龙浩辰登场。浩辰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 经过6大殿这段时间的讨论，我们决定废除旧联盟，成立新联盟。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，所以下一阶段，我和我的同伴将要前往玉龙关，开启剩余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。妈妈，晨晨，这边来，你看，那是谁？爸爸。 你就是采儿，对吗？嗯。我可是听晨晨经常提起你呢，今日终于见到了，真好。伯母，我也很高兴见到您。乖孩子，你这一路也累了吧？我先带你去休息。晨晨和他爸爸很久没见了，让他们俩单独聊一下吧。晨晨、星宇，晚饭就交给你们了。 爸，分开这些年，您还好吗？我听爷爷说您旧伤未愈，现在恢复了吗？嗯，已经无恙了。是和阿难战斗时伤的吗？总感觉爸这次回来后心事重重的，是战斗时发生了什么吗？不过现在他似乎不愿意提，我也不好再多问。等以后遇到哈难，我得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留守玉龙关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很久没见爸了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。浩辰，你恨过我吗？什么？你原本可以活得更轻松，但我却引你走上了这条最难的路。爸。 您说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恨过你，反而我很感谢你。还记得您教我纯白之刃的那天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未来想成为的样子。那时的我甚至连一道剑气都挥不出来，但您却告诉我，只要足够耐心，足够坚定，就能成为最强骑士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铭记于心，也一直坚定不移地向前，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。 我从未怀疑过你为我选择的路，我也始终相信，这就是我最想走的路。哪怕你已经死过一次，我的目标从未改变。如果有一条路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，成为一个强大的人，守护我喜欢的一切，爸爸，我不害怕。 你永远是我的骄傲。团长和副团长不在，感觉好像缺点什么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去跟星宇大人吃饭？不
行不行，星宇大人太可怕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！预祝咱们团长韩宇、杨修和放哥明天参加神焰王座考核顺利，把剩下的王座都拿到手。杨文章，明天加油哦！我们三人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，而且今天还有彩儿在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只可惜你爷爷还在圣城处理事务，不然我们就一家团圆了。哈，没关系，爷爷过几天就能回，到时候我们再吃团圆饭。你说的对，今天是庆祝彩儿来了。谢谢伯父伯母的款待。对了，星宇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驱魔关提亲吧？提亲？明日就去。我跟灵心说一声。伯父伯母，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是啊，爸妈，我们想等一切都结束后再成亲，而且提亲这么重要的事，我想一起去。彩儿是我一生挚爱，我希望能给她一场最幸福的婚礼。到那时候，没有魔族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伤亡。我们才能安心放下一切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看来是我们太心急了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就让他们自己安排吧。彩儿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当年我们第一次到驱魔关的时候，你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小家。这是我们的家了。那时我就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现在我们回家了，彩儿。浩辰，你在哪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星宇大人，我想放弃这次的王座考核。放弃？那可是神印王座所有骑士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因为我有其他的目标。你是想继承你爷爷的王座吧？但以你的个性和发展方向，那张王座并不适合你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王座，这对你的未来很重要。你要想清楚。谢谢星宇大人的关心，但我的目标并不是爷爷，而是您。我想拜您为师。一直以来，您都是我的目标。我想向您学习，成为最为强大的惩戒骑士，然后在未来通过自己的实力，继承您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想继承我的王座。星宇大人，不过。你这想法倒是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认可你。拜见老师。但当我的弟子很辛苦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只要能跟随你，无论再苦再累，我都愿意。那你明天还是照常来听一下神印王座考核前的讲解，就当是我给你讲的第一课。是，老师。在你们进入神印王座考核之前，我会为你们介绍王座的信息。虽然杨文昭放弃了神印王座考核，但他也达到了考核资格，允许留下来旁听。你们都知道，联盟目前一共有6张王座，
而每张王座的威能都各不相同。比如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全知之力；而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禁忌之力；而以节气的王座里，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防御之力；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规则之力；而我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则是杀戮之力。要不要试试？我们现在竟然在王座之上。接下来需要一人配合我的讲解，感受王座之力。你们谁来？要不让杨兄试试吧，正好他未来的目标也是这张王座。那就你来吧。我的灵力被提升了。不错，这是王座的赋能，它能为使用者提供20万的灵力增幅。而你现在在王座范围内，我能让你暂时感受一下灵力的提升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来，再感受一下。这是神器。每一把神印王座都会赋予使用者一把武器，而这把武器的品质一定都是神器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获得王座认可，便可同时获得2件神器，并且王座还能化开。不错，每一张王座化开后，也会有不同的能力增幅。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化开，每分钟都会为我提供1成的攻击加成。2件神器，20万的灵力增幅，还有王座化开赋予的特殊能力，这就是神印王座吗？星宇大人，那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威能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什么？关于他的信息，寥寥数之，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。6000年前，72根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，催生出72魔神，而他们带来的魔气，则感染周围所有生物，将他们变为了魔族，大肆屠杀人类。人类组成6大殿，试图与之抗衡，却也无法匹敌那一代的魔神皇与他率领的魔神们。很快，人类就被屠杀殆尽，眼看就要灭亡。就在这时，一张王座从天而降，它化作一道铠甲和一把神剑。那铠甲仿佛有生命般，竟自主手持神剑，朝魔族发起攻击。仅凭一剑，34位魔神直接死亡，魔神皇被重创，无数魔族被泯灭。也因为这一剑，整个魔族瞬间元气大伤，沉寂了1000年之久。在那一刻，所有人心里都响起了同样的声音，那便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可就在那一击后，王座能量耗尽，从空中坠落至此，陷入沉睡，只留下了5块与其一同落下的神石。5块神石？难道说剩下的5张王座是？不错，在之后的1000年里，骑士殿首任殿主萧霍以那5块神石为基石，仿造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锻造出了其余5张王座。此后，6大神印王座便成为了人类的最强兵器，始终守护着人类。而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也一直沉睡至今，等待着被唤醒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旦这张最强王座显示，就是我们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之时。当然，我也要提醒你们，数千年来无数人想挑战它，却无一人能成功与之共鸣，进入考核。浩辰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他，
你也曾与他多次共鸣，但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核里究竟有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你会遇到恐怖的危机，也许你会面临艰难的选择，这是一场完全未知的冒险，而你只能独自面对。浩辰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你能获得他的认可，但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定不辱使命。接下来，去开启你们的考核吧。一旦你们选择的王座与你们共鸣，即可进入该王座考核。这就是神印王座考核地吗？我们走吧。那上面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神印王座了。悲伤之神印王座。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神印王座考核现在开启。你就是采儿，我可是听晨晨经常提起你呢。我们回家了，采儿。我想向您学习，成为最为强大的惩戒骑士。一旦这张最强王座现世，就是我们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之时。浩辰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你能获得他的认可，但你也要注意，保护好自己。神印王座考核现在开启。欢迎进入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验，挑战者，你需要分别完成永恒与创造的2个考验，领悟永恒与创造的真谛。首先开启的是创造的考验。日月大陆上，生活着信奉自然的自然族。与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族，但因为信仰的不同，资源的稀缺，双方争斗不休。战争与死亡始终萦绕在这片大陆上。长久的争斗后，自然族势大。在自然之王伊斯顿王的率领下，要将黑暗及其信徒彻底驱逐
片大陆。绝望的暗夜精灵族召唤了毁灭之主，毁灭降临了这片大陆，所有生灵都无可幸免。这便是你的第一个考验，你需要去改变两族的命运，为他们创造新的未来。创造新的未来。太好了，王，你终于醒了！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你也不会被该死的伊斯顿王重伤。这些事，暗夜精灵族，暗夜精灵族这还有希望。我为什么会变成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王？我的属性仍旧是光明，灵力也没有变化，除了外表和我原本的身体并无差别。看来这个考验是让我以暗夜精灵王的身份来改变这一切。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暗夜精灵族被灭族的惨剧。伊斯顿王和自然族终于有人会将我们赶尽杀绝了吗？黑暗的使徒们，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，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这股力量是九阶光系尽重。该死的自然族！黑暗之神会诅咒你们，诅咒这个世界！黑暗永存！你们伤还没好。怎么回事？烈阳之光怎么失控？不是失控，是被吸收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烈阳之光，蕴含着最为浓郁灼热的光明之力。即便是亲近光明的我们也抵挡不住，更何况是天生惧怕光明的暗夜精灵族。放心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你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这么多？还不惧怕烈阳之光了？他的实力相当于9阶2级，不是我的对手。封山怒击！但我得先弄清楚，两族之间的争斗为何会这么极端。伊斯顿王，你身为一族之王，为何残忍至此，赶尽杀绝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？我管你什么老弱妇孺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我们两族之间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。一个仁慈的王是无法率领族群壮大的。作为一个残暴的王，你只能给世界带来毁灭。去杀了那些暗夜精灵！想去救他们，没门儿！快走！王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！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神力，泰坦之魂！
能救他们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和伊斯顿王战斗吗？怎么突然到了这里？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不要思思，要走大家一起走。思思。王，是王，王回来了！5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5年，已经过去了5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5年都没有您的消息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……但如今您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们现在情况如何？为何会被自然之兽追赶？其他族人呢？没有其他族人了，就剩我们这些了。5年前。您以一己之力重创伊斯顿王与自然族，使我们也有了喘息之机。我们逃出来后，便选择了一块地方休养生息，壮大族群，等待着您回归。我们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但就在不久之前，那些该死的自然族还是发现了我们，他们攻入了我们的领地，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再度建立的家园。大部分的同胞死在了那场战争中。走，思思，我妈妈。最后只剩我们逃了出来。但他们还不死心，派自然之兽追踪我们。要不是王宁及时赶到，恐怕我们已经被灭族了。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因为缺少黑暗之力而出现的退化症。过不了多久，他的全身都变成灰白色时，就是彻底死亡的时候。退化症？这片大陆上的黑暗之力已经非常稀薄了，自然之力势大，黑暗即将从这片大陆上消失。黑暗之神彻底抛弃了我们，可能要不了多久，我们也会退化。暗夜精灵族会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。对不起，王，您拼命救出我们，但我们还是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只是阻止那一场惨剧并没有作用。如果无法壮大暗夜精灵族，就会有第2个、第3个，无数个陷入绝望的母亲出现，就还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创造新的未来。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改变现在的处境，改变这一切吗？除非能拿到日月神石。日月神石是这片大陆的圣域，不仅蕴含着极为精粹的光明与黑暗之力，还拥有将昼夜交替的能力，能创造出最适合暗夜精灵生存的环境。当然，它对自然族也同样适用。但日月神石由这片大陆最强的存在神圣巨龙守护在封禁之地。曾有无数代自然之王与暗夜精灵王想要夺取神石，壮大族群，但都命丧于此。那就是日月神石，我恳请能借日月神石一用，救暗夜精灵族于危难之中。尔等卑贱之心，没有资格来指手我。仅仅1击就能破掉我的防御，他的实力远超新超9阶6级。神域，天阳3绝。赤阳残镜，
和暗夜精灵族能和谐共处的日月神石，为何要眼睁睁地看着两族争斗不休，让死亡与绝望遍布大陆？日月神石不是为了掌控世界而存在，也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。他的战力在我之上，又死死守着日月神石，必须想办法将他引开。你想逃到哪里去？这个距离差不多了。日曜光之息。圣光彩纸，受死吧！移花接木，影分身。将神石交给他们，真的能创造新的未来吗？灾祸的自然使徒，千万年以来，你们曾无数次置我族于死地，如今该是你们偿还这种痛苦的时候了。自然将被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，黑暗永存。分灵之火，斩！驱逐自然，黑暗永存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自然永存。刚刚是他在提醒我，交出神石并不会改变这一切。日月之域，永恒必来。日月神石能提示未来，现在还能与日月神窝盾产生共鸣。他们这是在如何？原来这才是日月神窝盾的完整形态。恭喜你，解开了考验的第一个秘密。接下来，受死吧！你将面临无尽的毁灭。卑贱之邪，胆敢私吞圣物，受死吧！毁灭无息！日月神窝，不系逆转。
融合了日月神石的日月神涡盾，不再受昼夜交替的限制，能发挥它的全部力量。神石竟然认主了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？难道日月神石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、创造新未来的关键吗？不，并非日月神石，而是您。我守护神石多年，就是为了等待它真正的主人。也只有您才能使用它，掌控和创造这个世界，做到您想做的任何事。王，我们不要日月神石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您能平安回来，您快回来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天空怎么突然变黑了？是昼夜开始交替了，白昼即将变为黑夜，王成功了！妈妈，天黑了！是王将黑暗重新带回了这片大陆，黑暗之神没有抛弃我们，派来了拯救我们的暗夜精灵王。暗夜精灵王，战斗的痕迹很新，该死的，来晚了一步，继续追，在日光下，那些暗夜精灵跑不了很远的。昼夜交替，不好，是那群暗夜精灵夺取了日月神石。不对，昼夜交替停止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光暗共存，日月同辉。多谢帮助，神圣巨龙前辈。神使大人，这样真的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？这片大陆的争端都来自于生存资源的争夺。如果达成了完全的公平，两族说不定不会再起争斗，这个世界也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但愿如你所说，这便是日月神石真正的使命，也能拯救这片大陆。你们这些肮脏的暗夜精灵，凭什么和我们平分这片大陆？为什么整片大陆不能都属于黑暗？你们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领土，你们这是卑劣的自然族！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世界！即便自然不存，也不能让黑暗留存这片大陆。暗夜精灵族与自然族永生永世，不死不休。原来能召唤毁灭之种的，不止绝望，还有他们两族之间不死不休的仇恨。如果毁灭之种是因为绝望和仇恨而降临的，那我到底该创造什么？我要改变这一切，就要解决绝望，解决仇恨。那我该创造什么来解决这一切？黑暗的使徒们，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，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！该死的自然族，烈阳之神会诅咒你们！你们伤还没好，不能再被烈阳之风灼伤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改变你们的命运。
该死的自然族，滚出我们的家园！神使大人，既然您创造的公平并不能改变这一切，那如果您成为世界的主宰，创造一个新的仇恨呢？是不是就能让两族和平共处了？我会为这片大陆创造新的规则。从今往后，这片大陆的白昼与黑夜，所有的光明与黑暗之力，都由我掌控。我是这片大陆至高无上的神灵，所有生灵皆须向我臣服，才能获得你们生存所需的资源。什么狗屁神明？你凭什么让我们臣服？呀！放肆！王夺取日月神石，并不是为了我们。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今天我们两族必要将你这伪神驱逐出这片大陆。给我上！对，就是这样。都来仇恨我，再让我代表你们的仇恨死去，结束这场永恒的争斗。这是毁灭之种，毁灭之种为什么会降临？糟了！毁灭之种一旦降临，整片大陆的所有生灵将无一幸免。原本想利用移花接木制造死盾来完成这个任务，可为什么偏偏毁灭之种会在这个时候降临？神使大人，或许这就是这片大陆的命运，注定归于毁灭。可日月神石也并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。不，这样的结果我不接受。日月之域，永恒地来。他在保护我们。神使大人，没人能在毁灭之种下幸存，这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力量，你是不可能抵挡住的。可我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才来到这里的，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放弃。改变这个世界。
为了改变一切，哪怕是牺牲生命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你一直在尝试拯救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命运，但我们还怀疑你，怨恨你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创造的考验到底是什么？我创造希望，创造和平，创造规则，创造仇恨，都无法改变这一切。毁灭还是必然会降临，所以这个考验的真相根本不是创造。生命总是在凋零后不乏新的生机，这是世界的循环，而创造与毁灭亦是如此。这个考验其实是毁灭。虽然毁灭的力量无比强大，但如今的日月神涡盾，也许就是摧毁它的关键。日月之手，毁灭。从来没有人敢挑战毁灭，这是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规则。我的一位老师教过我，规则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他真的做到了。从今往后，这一片大陆万物自然繁衍，将拥有新的未来。这就是我的创造。是暗夜精灵王，不是日月之神拯救了所有人，拯救了这片大陆。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伪神，最终却成为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神明，改变了这一切。恭喜你，领悟了创造的真谛，完成了创造的考验。这是什么？你在考验中获得了暗夜精灵一族的完全认可，所以额外获得奖励——精灵之心。精灵之心，它的气息似乎和雅婷很像。在与魔神皇一战中，雅婷也被一起击碎，只剩下这道沉睡的灵魂。但现在有精灵之心在，或许能为他重塑身体。接下来你将进行的是永恒的考验。这里就是永恒考验地。那这次的考验是什么？获得永恒之环，就能完成最后的考验，获得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你就是被主人选中的人，打败我，你就能获得永恒之环。9阶3级，和我的等级一样。这个考验这么简单吗？这就是永恒的考验地吗？这里是不是很美？真是稀奇啊！这么多年了，
你是第一个通过了创造考验，进入我永恒国度的人类。永恒国度，那永恒之环一定就在这里，但他又是谁？我的考验很简单，不像创造的考验那么复杂。你只要能打败我，就能获得永恒之环了。打败你？你与我等阶相同，都是整阶3级。永动之兵。这个考验未免也太简单了。不要那么严肃呀，来点音乐，缓和一下气氛吧。永恒乐章第1章，亘古序曲。9阶5级，他的实力竟然瞬间提升了2级。还没完呢，无尽之火。能如此快的提升实力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是因为这个乐曲吗？随着乐曲的变化，他的实力还能继续增强。以你现在的攻击，可过不了我这关。哼。好险，差一点就被你得手了。那再试试这招，光神之域。竟然在这领域里瞬间爆发出了9阶5级的力量，这究竟是什么领域？焚天之云！就是现在！日月神石，那条龙竟然将圣物给了你！日月神窝。无系逆传，贴好了你的焚天之云。什么？人类，你很厉害。难怪能通过创造的考验，但你仔细听，我的乐曲要进入下一章。永恒乐章第2章，暗夜之星。9阶7级。又提升了2级，没有人能瞬间提升这么多实力而不受任何反噬，除非
这股力量根本就不属于他，他只是借用。怎么样？我的乐曲好听吗？还想继续打吗？我现在是9阶7级，放弃吧，你打不过我。不能让他再继续提升实力了，必须得速战速决。在创造的考验中，我获得了能为雅婷重塑身体的精灵之心。但除此之外，重塑还需要注入强大的能量作为基石。原本想等待考验结束后再为雅婷重塑身体，但现在看来倒是不必了。永恒天使现在释放的攻击，刚好可以借来一用。该死！你利用我的攻击做了什么？不够，还差一点。雅婷，醒过来！不许伤害我的主人！这是光之精灵王，光元素精灵进化的终极形态，侍奉光明神的使者，代之世间光明权柄的光之精灵王。而且，重塑身体的雅婷已突破灵炉契约的限制，能独立作战。这正是大陆从未出现过的智慧灵炉。主人，能够与您再次一同作战，真是太好了。很高兴你能回来，雅婷，与我一起击败他。是。王者之剑。光之洗礼。怎么可能？在这只精灵的宗族下，他这一击竟然超越了我的力量。主人，我们成功了吗？人类，你赢了。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你来这里不就是想获得强大的力量吗？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会让你获得更强大的、永恒的力量。我拒绝，我只要永恒之环。别急着拒绝。世间万物都在追求永恒，你只是现在还不了解永恒的可贵与美好。瞧，他们都是在这漫长岁月里追求永恒之人。曾经的他们都十分弱小，甚至卑微如尘埃。但没关系，在我赐予他们无上的永恒后，他们都获得了新生，变得无比的强大、美丽。先来感受一下永恒的强大吧！我保证，你会喜欢上的。
回事？我刚刚明明已经……不死不灭，不坚不摧，这就是他说的永恒的强大吗？一直跟他们战斗没有意义，只会被耗死。我们的目标是永恒天使。雅婷，尽力帮我牵制住他们。是，主人。王者之剑，剑星雨。还是执迷不悟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有他们拖延的这些时间，我的乐曲已经完成了。来感受神的力量吧！永恒乐章，终章，神明之力。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永恒带给我的力量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归顺我，或者死在这里。归顺你，绝无可能！你的乐曲已经放完了是吗？那轮到我了。雅婷，光之精灵王，精灵之剑。什么？晋升为光之精灵王后，雅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灵之剑，能短暂沟通和控制所有生命。我一早就在怀疑，你的这份力量并不属于你自己，除非这股力量根本不属于他，他只是借用。每次乐章变化，你的力量才能变强，这更像是要借用那份力量的信号。但这个信号太微弱，我无法感知到准确的方位，所以我也在等你释放最强的信号。因此，你的终章也是我的终章。你休想！而那个一直在给你提供力量的东西，就是永恒之环。恭喜你，解开了考验的第2个秘密，找到了永恒之环。接下来，我早已和永恒之环融为一体。如果你杀了我，永恒之环就会碎了；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你得到永恒之环。无论如何，你的考验都会失败。你还将面临更艰难的选择。如果你杀了我，永恒之环就会碎裂；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你得到永恒之环。无论如何，你的考验都会失败。所以这个考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，是吗？猜对了。所以现在你只能乖乖地归顺我。我将赐予你永恒之力，让你成为和他们一样
美丽又强大的存在。我不需要你的永恒之力。不，你一定会喜欢上它的。世间生灵皆受短暂的生命所束缚，但只要拥有了永恒之力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和我们一样变为永恒。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美妙和强大的力量，不再受弱小身体的桎梏，不再受短暂生命的限制，一起在这个美好的永恒国度，享受这最为强大的永恒吧。姬琛的身为，这样的永恒是对的吗？如果你的永恒真的那么美好，那为什么他们的灵魂会这么痛苦？这样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多久？1000年，还是万年？在这漫长到看不见尽头的生命之中，我也感到痛苦。这份力量不再是自负，而是诅咒。让我死！我想死！让我死！让我死！你根本不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。生命纵使短暂如流星，也绝不黯淡和沉沦。生命即便注定会陨落，也应当绚烂而鲜活。休想破坏我的永恒之环！我们一起杀了他，解除诅咒！这怎么可能？击碎了永恒之环，你的考验也会失败。逆风直举，向死而生，刹那成为永恒。刹那即为永恒。谢谢你，解救了我们的灵魂，解救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彻底自由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永恒之环。恭喜你领悟了永恒的真谛，获得了真正的永恒之环，完成了永恒的考验，获得奖励五彩神石。这片神石的气息怎么有些熟悉？创造与永恒的任务均已完成，穿过永恒之环，即可召唤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终于要拿到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呢？后面的还跟得上！魔族，我又回到了圣魔大陆。人类的圣城就在前面，我们也要抓紧时间。他们要去圣城，圣城是联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
魔族要去到那里，必须先突破6大关隘。圣者怎么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？神光圆舞曲。 圣城者，2位不认识的骑士殿和刺客殿的前辈，是联盟的隐藏力量吗？那看来情况还不至于太糟。多谢小友相助，诛杀魔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龙浩辰，见过2位前辈。龙浩辰，这个名字好像没听说过呀。老兄，你这个骑士殿的殿主也不知道吗？骑士殿殿主。 骑士殿历史上，姓萧的殿主只有1位，那就是6000年前创立骑士殿、锻造其余5大神印王座的第1任殿主萧霍。难道我现在是在6000年前？不好，是魔神皇巴尔！一群蝼蚁，还真是顽强。 6000年前，魔族第1任魔神皇巴尔率72魔神兵临人类最后一座关隘——圣城。这是人类在这片大陆上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，整个族群已至生死存亡之际。根据传说，魔神皇巴尔无人能敌，能拯救人类的只有…… 今天，你们都会死在这里。真的要亡了吗？人类绝对不能就此灭亡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人类。 一致。龙浩辰，这里。 与之前不一样了，那是已经几千年都没有人类能站在我面前了。这股气息，你应该感受到了，对吗？ 为什么仅仅只是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竟然能有获悉一切的感觉？您是创世神，没有人能承载我王座所有的力量，于是。 我将其分成了5份，这便是你最后的考验。它无关乎力量，只是一次关于勇气的选择。它的名字是。
第一份源于生命伊始，争夺不休的杀戮之力。我早已在杀戮中淬炼过千万次。第二份源于智慧萌生，探索过度的惠及必伤。若无求所精神，生命便会止步于此。第三份源于秩序既定，却欲颠覆其身的反噬。我愿受反噬，只要能颠覆属于人类的命运。第四份源于悲悯过度，自负而成的沉重枷锁。若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，我也不是我。第五份源于悲剧交困，根植于无力的懦弱。我明白切懦的代价，所以我绝不会懦弱。我成功了。没错，你还真做到。不过，孩子，一路走来，这么多考验，哼，你不累吗？从小就是光明之子，承担那么多他人的使命，背负那么多业力，没有一件事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就像这个考验，一点也不有趣，可你还是冒着生死之险。你不累吗？如果我的女朋友彩儿在这里，恐怕她已经上去揍您一顿了。您说的很对，这一路走来的确很累，但您也说错了一点，这一切无关他人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真的很喜欢做一名骑士。每当我捶击我的胸口，我都能感觉到我心脏通通的跳动，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在热血沸腾。这种感觉让我相信，这一路以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因为这就是我炽热的心。Searching for an art, the world was meant to fall apart right from the start. I know, you know, there's no more hands to hold. It's time to go. 放心吧，人类不会就此灭亡。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费，会有一代又一代人带着你们的信念继续抗战。我们终将洗刷我们的屈辱，夺回所有失落的领土，将魔族彻底逐出我们的家园。这是什么力量？
将承载亘古永恒之意志，执掌万物创造之神力，为此世界开天辟地。神意，王座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暗世苍穹，逆天魔灵，你到底是谁？又为何会在此刻出现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今天你会死。魔神和巴尔竟然被击退了。他可是9阶巅峰，他使用的这份力量神圣而又强大，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到底是什么？那位叫龙浩辰的骑士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好，很好，你真的惹怒本王了。石柱龙势，天清剑戟。本皇今天定要荡平全人类。那就来试试，你能不能从我手中夺走一个人的性命？神意，化铠。数位魔神。他的灵力竟在瞬间攀至9阶巅峰，与我比肩，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长，这是为什么？ Come close to me. To the day we'll live somewhere above the
放生。你比我认识的那位魔神皇要弱了不少。你到底是谁？吾执掌永恒之权柄，赐你罚罪之时。永恒三剑，万物复苏。他竟然打败了魔神皇巴尔，太厉害了！真是不可思议。龙浩辰，我记住了。所以，传说中6000年前降下神印王座的人是我，是你，又不是你。我们每个人都不该轻易放弃。我们每个人都该创造自己的传奇。是啊，我得救了！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是他救了我们。赢了，巴尔被击退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是他救了，我们得救了，得救了，是神明了。